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高委员、赖世宝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游所辉议员。好，才刚签了什么60天什么暂停什么的，就开始打了，已经天天打了好几天了哈。那伊朗也去打美国的这个约旦的军事基地，造成美军2死哈。为什么这个做这么大的题目呢？因为伊朗人死哈很正常，不稀奇。美军死大事情哦，所以呢，2个美军死，而且川普昨天还生气了。我昨天看 CNN， 川普就很生气哦，一定要报复哦。另外呢，这个美国连续9个晚上去精准的轰炸伊朗很多个地方哦，美军还是厉害了啊，要打还是他蛮厉害的。那有一个士兵处理未爆弹意外死亡，所以一天死了2个，失踪1个，一天又死掉1个哈。那另外呢，川普说呢，美军连9个晚上精准空袭伊朗，说是为了给阵亡将士的献礼。而且呢，川普说伊朗几乎丧失所有的军事能力，就川普早就讲这话了。开始打没2、3天的时候，你记得吗？就说伊朗95%的飞弹都给他摧毁了，95%的无人机给他摧毁了。但摧毁了半天，怎么还有呢？都在哪里呢？哦，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又要再征兵哦，所以呢，看起来美伊全面的战争一触即发哦。那我们看美军哦。这个现在说呢，死了2个，失踪1个，又一个这个拆未爆弹死了。那伊朗这边呢说，美国连续9晚去打他，而且美国还派出的 F-35空中加油机通通出动了哦，等等，所以看起来呢，美军现在看起来是好像要真的打，但是美军能撑多久？能不能真的派地面部队？说我5万个地面部队在准备了 ，stand by 了，你真的敢去吗？去的出得来出不来呢？哦，而且呢，长城飞弹、防空飞弹越来越少，都是美军的问题哈。那伊朗就说，哦，是约旦人给我们的情报，所以我们去打约旦。美国说死2个，什么死2个？死了几十个哦，而且呢，20几个飞机的机库都被我们这个摧毁了哦，又打死了几十个人，所以大家都吹牛哦，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哈。那另外呢，这个伊朗最高领袖说，美国是大撒旦，撒旦就是魔鬼了，不但是魔鬼，而是大魔鬼。如今已经明白，要继续这个维持他的霸权是天真的幻想，就不可能了。我们已经摧毁美国的霸权之梦了啊。那卢比欧说，荷姆兹海峡会变成伊朗的筹码，所以各国都应该，不是只有美国施压，各国都要施压啊。那另外呢，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号召大家去谋杀川普、刺杀川普。而且发影片公布川普车队的路线，哦，包括呢他的在这个 Telegram 开设的频道，哦，而且呢他往他的佛罗里达的海湖俱乐部的路线，哦，还有桥梁可能是一个弱点，统统把它查出来，就是说你们呢这个他这个号召大家去刺杀川普。那美国国务院发全球警示，说不是只有在中东啊，美国其他全世界其他地方，伊朗也都可能去攻击哈。好，那么另外最震撼的就是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9月到联合国，联合国在什么地方？联合国在纽约，哦，纽约市哦。那纽约市长呢，现在这个曼达尼是回教徒，他说只要以色列总理来，我就把他抓起来。哎呦，因为你到纽约市啊，我把他抓起来。对，他是国际的战犯。他说，因为他是国际战犯，他应该在海牙国际法庭的，怎么可以到纽约来呢？哦。所以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谴责纽约市长，你搞什么鬼啊？是吧？抓我们啊！看一下。周日晚间，美军再度出动打击伊朗，这是连续第9晚发动空袭。同一时间，伊朗也展开反击，发射飞弹，出动无人机锁定波湾邻国的美军基地。As well as just waves of Iranian drones and missiles that have been fired at a widening number of targets in countries with U.S. bases. So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s next here.
就连伊拉克北部库德族控制区也被伊朗的无人机暗夜空袭。伊拉克另外一个基地也遇袭，伊朗周末的反击让美军阵亡人数再添1人，开战累积到第3人。荷姆兹海峡也是同样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有2艘油轮闯入布雷区时触碰到水雷，引发爆炸，但被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驳斥说没这回事。شناورهایی که تحت تاثیر اصرارات دشمن آمریکایی قرار می‌گیرند و وارد مسیر ناایمن می‌شوند.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不过，事实上，伊朗重启战火以来，荷姆兹海峡海运量已经创3周新低，迫使布兰特原油重返每桶$90大关，国际金价再度涨破每盎司$4000。战机在黑夜中接连升空，军舰上的巡弋飞弹拖着火光直冲天际。下一秒，伊朗境内目标接连炸出猛烈火球。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连续第8晚对伊朗展开空袭，猛轰沿海监控、防空系统以及飞弹和无人机据点。画面拍到多架美军战机现在已经在以色列机场待命，美方同时在阿拉伯海集结2支航空母舰打击群、19艘主力作战舰，包括林肯号、布希号和数百架军机快速集结。眼看战火燎原，国际油价17号又大涨超过4%，攀上1个多月新高。美军轰炸伊朗海水淡化厂后，伊朗随即把报复目标转向美国的波湾盟友，接连攻击科威特淡化厂、发电设施和石油设施。由于科威特90%饮用水都仰赖海水淡化，攻击等于直接掐住这个沙漠国家的民生命脉。眼看美军持续扩大攻势，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也放话回呛。هشدار فرمانده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به دشمن حیله‌گر آمریکایی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یران به هر گونه وحشیگری پاسخی ویرانگر می‌دهند. 伊朗态度强硬，《纽约时报》警告，伊朗近期频繁攻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显示德黑兰不止还有充足的飞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能力也明显提升。我觉得现在两边都杀红了眼哦，炸什么？都炸人家的核电厂，哦，去炸人家那个海水淡化厂。那沙漠的地方那个没有水啊，所以它现在有一种，比如说尽量把水的盐分拿掉，海水盐分拿掉，剩下水出来可以喝，炸人家这个东西，让人家没水喝。今天两边杀到这种地步了，来，志宝兄，这个两边杀到杀红眼了，外界一定觉得说，刚是讲停火停好了，有停火协议，怎么搞的、啊？怎么会这个好像是打停打。现在已经有人讲了，哦，第1章节第1节哦，或者是第1集啦，第1集就打起来啊，第2集就和谈啊，第3集呢又开始打，然后第4集怎么样又打探，继续打。那你就发现说，美国跟伊朗双方各自讲说，哇，他们的成就很大，哇，这空袭啊，像美国讲说，伊朗打了多少啊，他现在的民生的东西统统打。可是伊朗就觉得说，我很强啊，你再怎么样，我地很大啊，你要把我全部毁灭也不太容易。我们细细想啊，他现在他的穆吉塔巴，就他们的等于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哦，神权的最高领导人，他说了一个字哦，说这个是大撒旦。这是一个信仰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可兰经》啊，这个穆斯林的《可兰经》跟圣经很多地方，它的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啊，他们就是说阿拉，这里面讲大撒旦都在形容说魔鬼，这个大魔鬼啊，这个字一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对于美国这个仇视的程度是非常大的。那大家仔细想，它的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想说协议为什么最后会破裂？大家都谈了好几遍的。第一个就核的问题，浓缩铀核的问题，所以美军现在去打他的核设施。可是这个伊朗会觉得说很冤枉啊！你打我这个实验室，我刚刚开始而已，最初的一个情况刚刚开始，而且国际的这个原任总署也讲话了，说。你这个东西一开始，然后一个雏形都没有，刚开始你就要打，所以他们也觉得不服气。第二个，一个大家觉得说中心思想是什么？荷姆兹海峡，因为伊朗一直讲说我要收服务费，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伊朗又命令
命令也门的青年运动叫胡塞组织，他怎么样？他要在红海，就是这个荷姆斯海峡，再往西边走，另外一个地方，红海有个咽喉叫做曼德海峡。这2个地方，一个地方大概它的占世界的原油量进来的话，出来的话，大概差不多25%，它要到28%。另外这个曼德海峡大概是6到8%，可是这2个当然有人说你不能够把它加起来，可是2个你再怎么样的话，2个加起来都是差不多有3成左右。全世界3成的人员在这里，如果按照伊朗讲说，我一定要掌控荷姆斯海峡，我一定要说不会这个要川普说没杀你啊，这个东西就一个很大的结，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很重要的。所以油价就已经应声上涨到88块了。永平哦，这个纽约回来的哈，纽约市长真的会把这个以色列总理抓起来吗？第一个，这个纽约市长这个曼德尼呢，他在他选市长的时候呢，那就是他的一个政见。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讲呢？因为很简单，这个当时以色列对加萨走廊这样子的狂轰滥炸，而且呢，真的类似对巴勒斯坦人真的是族群灭绝式的屠杀呢。当时国际法庭就已经把他视为是犯了人类谋杀罪、战争罪的罪犯。那这个有没有先例可循呢？有啊，那个当时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他在他上任的头1、2年，他不是当时跟那个毒枭宣战吗？那他当时非常凶，他派他的自己的那个卫队哦，拿着长枪在街上，看到那个在贩毒的毒枭，不管你是卖毒的、买毒品的，他就噼里啪啦把你杀死。结果当时的国际法庭海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对这个杜特地这个认为他犯了屠杀罪这个罪，然后要把他通缉了以后，因为政治斗争的关系，所以小马可是等于把他交出去。那交出去了以后，那个杜特地就被关在国际法庭啊，在荷兰海牙一直在那边受审啊。那现在的曼德尼纽约市长，他不过就是要做跟菲律宾这个小马可仕总统一样的做法嘛，他就说你是已经被国际法庭通缉的战争犯的通缉罪的罪犯，你若敢踏入我纽约，因为联合国纽约开会嘛，那他是要那个到纽约去，他说你敢来纽约，我就敢把你当场逮捕。那纽约市长有没有这个权限呢？纽约市长是可以的，因为纽约市长下面他是可以指挥他底下的警察局。大家都知道，每一个纽约市长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去找一个很好的这个警察局长来整顿纽约市的治安。只是说联合国的问题确实有一点争议。因为联合国呢在那边开会，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譬如说他在他自己的国家被通缉的罪犯的领袖，因为常常会有那个政治跟政治的斗争，所以动不动有一些国家他就会把他的对手阵营扣上一个他犯了哪些罪的帽子。所以他们到纽约去开会的时候，往往以前也会发生说，他会不会被美国引渡他在他的国内他是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他现在到了美国纽约，那纽约要不要基于跟那个国家原本的可能有互相引渡的条约、互相的关系，要不要把它引渡等等？那以前传统的说法都是说，联合国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个类似独立的性质，它有一个不受当地的法律制约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伞在，所以过去去联合国参与的领袖呢，没有什么因为他国内的政治斗争，或者是他在国际的怎么样的形象呢，他就当场被抓起来的，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纳坦雅胡9月去纽约，如果说纽约市长真的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那是绝对的引发轩然大波。但是又相对性的，在一个犹太人非常高比例的城市，
之所以可以选出一个非犹太人，而且呢，在选举期间又是以打击这个犹太人最重要的精神象征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来做选举诉求的市长出现，那么会不会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氛围，纽约市的氛围，因为真的非常反以色列，而且现在美国特别是民主党掌控的地方更恨纳坦雅胡，更恨以色列。他们认为美国陷入跟伊朗这个战争如此的泥淖，完全收不住尾，全部都是纳坦雅胡的错。因为呢，一个和谈破裂的一个原因美国现在媒体正在爆料，说是因为川普派的和谈代表呢，每次去谈什么呢，都要赶快跟那个纳坦雅胡还有跟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这个报告。所以美国人更生气了，他们觉得说他们的白宫的谈判代表川普简直就是被纳坦雅胡绑架。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纳坦雅胡9月去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还是说他真的会被抓起来？那现在纳坦雅胡办公室呢也非常的生气，给予很强烈的谴责。那我们就看看纳坦雅胡跟现在人望很高的纽约市新任的市长对决。现在就纳坦雅胡敢不敢去，这是一个问题了。去的话，那川普会不会派军队来保护纳坦雅胡？因为呢，纽约市长既然这样讲，而且纽约市长现在人气非常高，他敢这样讲，到时候不动作也被他笑死了。所以呢，现在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目前真的是难讲。我每次到纽约，我住的旅馆就在联合国对面一个旅馆，我都住那个旅馆就看这对面就是联合国。去了就回来。上个礼拜五，台股几乎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将近3000点跌将近3000点，但是盘前又涨了1000点，但是美股在礼拜五表现并不好，所以到底会怎样？那结果呢？开始还涨了400点，后来最后呢跌了200多点，盘中你看超过400点。所以呢，整个涨跌幅400多、200多，差不多700点上下震荡，高低震荡超过1000点，那就是涨400，跌700，后来又这个涨跌那整个高低震荡将近1000点所以台积电大家关心，鸿海、联发科、广达、长荣大家都关心到底涨跌盘中开盘就涨121点。盘中最多呢，这个涨跟跌，刚刚讲差那么多那 AI 就 AI 了，主要 AI 剧烈换手，以前是全面追 AI， 不管只要 AI 通通追，变成在挑个股了。有些 AI 还是跌，有些还挨涨，像台积电就蛮抗跌的那另外呢，不过台积电上个礼拜五跌很多了嘛，那现在关键的彭博是说台湾散户在去杠杆。因为杠杆太厉害，之前不是讲4代同堂、6代同堂，就是做各种杠杆，借钱、再借钱，质押、再质押。那现在呢，因为股价这样跌，所以一下跌幅度那么大，所以你想要有杠杆也不行，银行也会追缴那些公司也会追缴所以呢，融资一天就减少276亿台币，所以被认为现在到了技术性修正那另外呢，融资的维持率惨跌到147%，是1年来的新低，所以呢，大盘回测季线，财经专家说要准备迎来短线反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们自己去判断没有反弹的话这也很难讲那因为全球股市都去杠杆，台湾、韩国去杠杆都非常凶，所以筹码不稳定。美国还没有去的那么凶，但是这个亚洲去的很凶，所以呢，台积电能不能止稳那么是观察的重点那另外呢，台积电上个礼拜法说会看起来还不错还是它的这个利益什么毛利率都不错但是法说会有惨跌180点惨跌180块。他的财务长，台积电财务叫做黄仁昭，他说因为到美国设厂成本比台湾多了4-5倍
以前从来没有听到涨，我以为就2倍3倍。他说，美国晶圆厂的建设成本是台湾的4到5倍，所以随着海外营运规模越来越大，初期对于公司获利率会造成稀释的效果，所以呢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但是他又讲，你不能只看短期成本啊，对吧？你要看在美国投资，虽然成本是高了，但是呢提供当地的半导体的供应啊，然后呢这个产业的生态链啊，避免美国的政府的报复啊，同时适应美国客户的需求啊，所以虽然成本高了，但是也不得不做啊，不做川普加你那个关税啊，给你加200%，你也受不了啊，所以这边看得出来哈，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投资越大，不是又要再去1000亿美金吗？所以呢，现在一共加起来去了美国要去2650亿美金啊，所以成本高自然会稀释它的这个毛利率，稀释它的纯利率啊。那有一个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有57%的民众认为下半年股市会突破5万点，但是也有40%民众认为呢会跌到42000点，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虽然看多人多，但是看空的也不少我们看一下。台股经历雪崩星期五之后，投资人期待跌升后反弹。20号早盘的确往上冲，但在短短15分钟就 hold 不住下挫，低点41967点，失守4万2大关，但截至11点20分，落在42635点。整体亚洲股市跟美股都还是在因为去杠杆的一个卖压氛围当中。코스피 2.6% 느린6,643.58에 개장했습니다. 韩股上周五收市，周一也补跌，一度拉回平盘，后续又下挫。日股则是休市，而在多空冲突之下，台积电展现抗跌力。20号开盘带头冲，盘中高点2345元，站回季线。外资可能卖超台积电44184张，卖超的金额超过1000亿。不过我认为这并非否定 AI 的一个需求，而是在进行估值啊，还有持股部位的一个快速的调整。也就是台积电如果能持续守住季线位置，就是台股持稳的讯号。而联发科盘中低点则是下挫130元，台达电、广达、日月光控股也同步走弱，联电更是亮灯跌停，锁在130元。被动元件、国巨继续下挫亮绿灯，和生堂、华新科、信商店也都跌停，但他们却逆势上涨。之前涨幅比较大的、比较强势的，像记忆体啊这些半导体的股票呢，开始出脱，然后资金呢又转回到这个股价已经沉闷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老牌的 AI 伺服器。鸿海盘中高点238.5元，伟创则是涨8块钱。台股要止跌，还是要看韩股跟美股。重要关键要观察 CSP 4大巨头财报，一旦优于市场预期，股市仍有机会反攻上涨。膝盖。最近投资股市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为要因为变数老讲，变数真的是太多了。它不是只有上个礼拜五一下跌，一天跌了将近3000点，那个跌幅是跌掉6.5%，而且它变数太多了。因为现在各国现在开始在做都是去杠杆的这个整个在修正当中，而且那个幅度看起来都非常大，所以我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很大变数，我们的台积电占我们整个股市大概40几%。那台积电最近这个里面很多变数都太大了，特别是你看，他一下子就宣布他去美国投资，金额陆续投资要增加3兆，等于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一年的总预算，而且大家一定要再更进一步注意到的一个重点，他连2奈米开始都要生产了。本来我们国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最先进的这个制程晶片，对不对？我们本来都是希望说是在国内，例如说2奈米到比较先进的都停一段时间才会到国外。那美国当初要我们去设的时候，我在立法院问了好几次问行政院长、问经济部长，你不能够把最先进的一定就移过去。中泰还信誓旦旦的说没那么快，就你看连2奈米现在都要到美国去了，所以一个是金额太大，第二个我们最有优势的比较先进，包括2奈米，现在全部都到美国去了，这表示什么？护国神山真的它的技术面的，还有它金额全部搬到美国那边去，连工程师整个都过去了。对台湾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那这个也要讲，也会影响到整个股市的那个整个基本盘。另外，刚刚我们第一段在谈那个美伊的关系也是啊，美伊关系如果好的话，赶快停下来。我们前阵还在讲说，哇，终于签了这个停战协定了，那我们天然气价格可以降下来，我们的石油可以降下来。你看没到几天又打起来了。刚赵大哥在讲说未来会怎么样，只有2种可能嘛，一种是爆发全面的这个冲突嘛，一种是什么？
打停停继续打嘛。然后讲这个对我们台湾的股市跟经济发展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它无解啊。美国当初去打仗的时候，一开始讲的就是要希望伊朗是非核，那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国家它已经发展这么多，而且它的以后未来发展的命脉，这个核能这一块，人家是不愿意的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伊朗又掐住了美国一个咽喉，就是核武器这个事情，他也不愿意放啊。所以在这两大因素之下，这两个每一这个战争来讲，终究是有时候什么停战啊，什么停一下下，到后来一定陆续会再打下去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甚至股市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大家一定要小心为要。梁嘉宇。其实最近网络上有在讲说，有一个老板他是卖汤圆的，他在7月1号 po 一个文说，老板不想努力了，因为国巨创新高。当时的国巨是1200多元，今天的国巨7月20号它是630元，已经跌了快一半了。所以要出来卖汤圆，所以大家就问说，老板你要不要再出来卖汤圆？所以其实最近短期的股市真的飙涨到大家都不想努力了，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人在讲说，是不是就像郁金香效应的重演？早期的荷兰就是因为郁金香1日3价，大家都去种郁金香，或者是大家都在买卖郁金香，都在炒作，结果没有人呢要做实事。那当然，股票对台湾来讲，现在很多年轻人从高中、国中都已经有在讨论了，你很难想象说，现在股市的热潮真的是非常可怕。连我出去上礼拜4、礼拜5都有摊商问我说，你怎么今天出来？我说怎么了？他说今天股市绿油油，大家心情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卖票，还要先看一下股市，今天是涨还是跌？涨的时候呢，大家就心情很好，所以你就知道多么可怕的一件事。那我觉得大家投资人都是看长期的，如果你买台积电的人，你都不用担心，因为虽然上个礼拜5呢跌了180点，可是散户完全不怕，你知道吗？零股交易在上礼拜买台积电有2058万人，创新高，是前一天的12倍，前一天才165万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台积电跌就是买，跌就是买不管跌多少，反正大家投资。今天又涨了30点了嘛，不要讲到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台积电刚刚结束的法说会，它的毛利率也是创新高。那很多外资的评价也是觉得说，至少3000元是不是问题啦？所以不是在讲股市，但是就是说，对于股市的投资，还是要理性稳健，长期投资，千万不要去融资，然后用杠杆去操作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甚至很多人现在在信贷、房贷，在2胎，然后去买股票，这个才是高风险的由来。所以我觉得金管会要去介入的是这一块，你这高风险杠杆的投资就会导致这个泡沫越来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担心的。反正这样，前一阵子涨嘛，那有的人呢就卖了一部分，所以现在那个房市也比较好了，因为很多人股市赚了钱，觉得一直抱股票不安全嘛，有一些人转到别的地方，就是说我最近在看，就是你涨到一个地步以后，如果你成本很低，涨了卖一点点，把成本拿回来，你就不怕了嘛。但有些人不这样，他觉得我要赚更多，股票再去压再赚，哇，那一崩下来就惨。所以华伦巴菲特不是讲嘛，当擦鞋童都在买股票的时候，赶快出脱。擦鞋童，那现在没有擦鞋童啊，所以要换。当卖汤圆都说要进股市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休息一下再回来。